隨住房地產銷售急劇轉差，再加上內房嘅企業發債嘅難度大幅增加，咁都令越來越多民企啦係出現資金短缺嘅危機。咁雖然各國嘅政府部門啦都有發表對呢方面嘅憂慮，不過一連串嘅政策都未見內房債務危機啦係有明顯改善嘅跡象。就目前嚟睇，已經有超過40%嘅內房美元債啦係出現違約嘅情況。而最近內房債務嘅風波再一次惡化，已經開始波及埋內地銀行嘅信貸狀況㗎啦。而如果唔盡快解決問題，相信距離出現前所未見嘅金融風暴咧係唔會太遠啦。咁究竟依家內房嘅債務危機係有幾差呢？今日啦就同大家去到講解當中嘅來龍去脈。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過去幾年，內地政府不斷向唔同行業進行監管整頓，當中最受影響嘅行業包括係科技啦、教育同埋房地產嘅板塊嘅。其中內房行業方面，3條紅線嘅政策係對行業最大嘅致命傷。以往好多內房企業啦都會係發行債券籌集資金，而當債券就嚟到期嘅時候，好多內房啦都會係再發債嘅，用到新債冚舊債嘅經營模式去到贖回到期嘅債券啊。但係自從3條紅線嘅規限，以往新債冚舊債嘅做法啦已經係唔再可行啦。要償還債券，內房啦就需要用到真金白銀去到還債嘅。不過就因為霎時間，好多內房企業根本就冇咁多流動資金周轉，咁所以啦就開始引發今次嘅內房債務危機。咁首先係一啲信貸比較差嘅內房企業，例如係恒大、富力同埋佳兆業冧檔先嘅。咁之後開始就輪到質素比較好啲嘅內房啦。例如講緊係世茂啊、融創等等咧，都係捱唔住嘅。而最後，假如事件再係惡化落去咧，其他再穩健嘅內房啦，包括係碧桂園等等，都會係相繼出現違約嘅情況。而隨住越來越多內房違約，因為已經再冇錢去出工資俾地盤員工去到開工啦，咁好多起緊嘅樓盤啦就需要停工，引致新嘅樓盤變成爛尾樓啊！咁雖然早前唔少監管嘅機構同內房嘅企業啦都承諾會以保交樓作為首要嘅目標啊，咁就例如恒大嘅創辦人許家印啦，早幾個月就簽咗一份所謂嘅保交樓軍狀令啊，咁啊都令唔少嘅內地購房者啦以為係會出現轉機啊，不過事到如今，所有嘅內房保交樓承諾啦都只係空口嘅承諾，爛尾樓嘅情況根本係冇好轉啊！而接住出現問題嘅行業，亦都係今日講嘅主題，就係一啲內銀嘅板塊啦。由於爛尾樓嘅情況實在係毫無進展啊，爛尾樓業主都覺得需要再做更加多去到維護自己嘅利益嘅。就喺上幾個星期，一班爛尾樓嘅業主就公布咗一份集體停貸嘅公告書，宣布停止爛尾樓嘅供款，直至復工啦係有明顯嘅安排，先至會重新繼續供款嘅。咁當集體停工停貸嘅消息出咗之後啦，內銀啦都即時作出回應嘅。咁就話啦，今次停貸潮所涉及嘅不良貸款，平均只係佔內銀按揭貸款嘅餘額，只係0.2% 嘅啫。咁就強調話，內銀嘅資本啦同埋不良貸款依然啦係一個健康嘅水平嘅。同一時間，有關內地監管機構啦，亦決定推出應對嘅政策，咁包括啦係為爛尾樓買家啦係提供一個還款嘅緩衝期嘅。暫時啦係要求銀行唔好向呢一班買家進行法律嘅追討，亦要求內銀盡快提供借貸俾發展商去到完成爛尾樓嘅工程。咁雖然所定下嘅政策啦係可以解決燃眉之急啊，咁不過實際上冇解決核心嘅問題。另外嘅係，雖然內銀公布嘅爛尾樓影響嘅規模啦就有限嘅，不過假如內房嘅情況係冇任何改善嘅話，相信內銀壞賬嘅比率啦一定係會惡化落去嘅。
而除咗爛尾樓業主係停止供款之外，房產嘅供應商啦，同埋上下游嘅產業都可能開始捱唔住啊！違約嘅內房企業啦，其實已經一直拖欠款項，咁不過供應商依然都要繼續支付銀行嘅貸款啊！咁喺垂死掙扎嘅情況之下啦，咁供應商會唔會開始跟風係一齊停還貸款呢？當然，對於內銀嘅信貸狀況，絕對唔會係一件好事嚟嘅。其次嘅係就係一啲非爛尾樓嘅業主啊。市場信心咁弱嘅環境底下，依家呢一個時勢，基本上啦已經係冇人會主動買樓噶啦。而假如內房違約嘅情況係冇好轉嘅話，內地樓價必然會繼續下跌。而到時部分負資產嘅業主亦會選擇加入斷供嘅大軍，令到內銀嘅不良貸款係大幅增加，最終可能會引發一場金融風暴，甚至係系統性嘅危機。最後係地方政府嘅收入來源啊，以往都非常依賴賣地嘅收益嚟到維持佢哋嘅開支。依家內房嘅景氣咁差，地方政府點樣可以維持正現金流去到經營落去呢？都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嚟嘅。咁再加上早前疫情嘅衝擊，令內地經濟啦已經係大受打擊㗎啦。假如中央唔再暴力救市，推出更加大嘅維穩經濟政策去到應對嘅話咧，咁內地經濟距離崩潰式下跌嘅處境啦，已經係唔太遠㗎啦。今次監管機構應對爛尾樓嘅風波，已經響起強烈嘅警號信號啊！正如銀保監發表嘅聲明，要求內銀唔好司法追討停供貸款嘅業主，亦要求內銀救亡，向已經出現經營困難嘅內房借貸，去俾佢哋完成爛尾樓嘅工程。已經清楚見到中央嘅意向係好可能要求內銀係做更加多國家任務，去到承擔呢一次內房引發嘅債務危機引申出嚟嘅問題。咁簡單嚟講啦，就係要求共渡難關，變相要內銀埋單。咁雖然我都好想自己講錯同埋睇錯事，亦都希望中央政府係有其他解決嘅方案去到擺脫呢一次史無前例嘅經濟危機。不過就算有再好嘅救市方案，好可惜嘅係一切啦都似乎嚟得太遲啦。內房嘅處境已經係對上下游產業引發連鎖嘅反應，而依家已經係延伸到內銀嘅板塊。咁所以雖然依家好多內銀股啦已經係去翻疫情開始爆發嘅價格，咁有好多 subscriber 啦都有問到係唔係入貨嘅好時機。不過以現階段嚟講啦，我暫時啦都唔會再建議大家去到趁低吸納內銀股噶啦。好，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幫到大家。咁最後，如果大家係想支持我嘅創作，同埋想收到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話咧，咁都歡迎大家去 join 我嘅 Patreon。咁詳細嘅資料啦，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